你肯定听过这样的话，周末怎么又待在家里，不出去走走，老是一个人待着，不觉得孤独吗？你这样下去会没有朋友的。一开始你还会解释，说自己只是想要休息，但次数多了，连你自己都开始动摇了。你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是不是在逃避什么？是不是越来越孤僻了？如果你有过这样的瞬间，那么今天的内容就是为你准备的。请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给自己倒一杯温水，然后听我慢慢告诉你那些说你孤独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你的内在世界有多么辽阔。在正式开始前，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如果你曾被贴上孤独或不合群的标签，如果你曾怀疑自己是否出了问题，请按下暂停，给这篇内容点一个赞，并订阅这个频道。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会用科学、心理学以及真实的历史故事，一层一层帮你撕掉那些根本不属于你的标签。我向你保证，当你听到最后，你会第一次真正理解自己，并为自己一直以来的选择感到深深的骄傲。我们先从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开始，请回想一下，上一次你参加完一场聚会，推开家门的那一刻，你的感觉是什么？是整个人被充饱了电，还是像一块被拧干的抹布，只想瘫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如果你的答案是后者，请记住，这绝对不是你性格有缺陷，也不是你不懂得社交，而是你的大脑在物理层面上就跟那些在聚会中如鱼得水的人不一样。那些一看到你待在家里就断定你在逃避社会的人，他们持有的是一种非常粗糙的判断标准。但环境心理学家对这件事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把这种行为称为恢复性环境的自发构建。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学术，但它的意思非常温暖。你的大脑比任何人都清楚什么样的环境对自己最好，并且它会本能地引导你去创造那个环境。当你决定推掉一个饭局，关上房门，窝进沙发的那一刻，你并不是在退缩，而是在进行一场极其高明的自我保护和能量修复。那道被你关上的门，隔绝的不仅仅是外面的噪音，更是无数个低质量的刺激源。而在那道门的内侧，你真正的精神能量才开始缓缓地重新流动起来。要理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得潜入你的大脑深处看一看。在你的大脑里，有一个非常微小但极其重要的器官，叫做杏仁核，大小跟一颗杏仁差不多。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大脑的警报系统，它24小时不间断地扫描周围的环境，捕捉任何一丝潜在的威胁。某个人脸上转瞬即逝的微妙表情，谈话声调里一点点不易察觉的变化，或者房间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气氛。杏仁核的反应速度快得惊人，不到 0.3 秒就能发出警报。而对于那些喜欢待在家里、感觉比较敏锐的人来说，你大脑里这颗杏仁核的灵敏度被调得特别高。同样在嘈杂的餐厅里，别人的杏仁核可能只判断这是普通背景音，直接忽略。但你的杏仁核会立刻进入警戒状态，因为它捕捉到了过丰富的信息量。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大脑里还有另一个极其关键的区域，叫做前额叶皮质，位置就在你的额头后面。它是整个人体最发达、最高级的控制塔，负责判断复杂的局面，调节波动的情绪，整合各种各样的资讯。科学研究显示，那些倾向于独处的人，他们的前额叶皮质在休息状态下的活跃程度也比平均水平要高。这意味着，即便你看起来只是坐在那里什么都没做，你的大脑也根本没有停下来休息。它正在后台高速运转，不停分析、解读，并赋予你所经历的一切某种意义。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比喻，如果说一般人的大脑是一部普通的手机相机，那么你的大脑就是一台顶级的 8K 电影摄影机。它的画质精细到不可思议，每一根发丝、每一个光影的变化都逃不过它的镜头，但代价就是每一个画面的档案体积都极其巨大。
当你去参加一个嘈杂的聚会时，别人用随手拍的模式随便记录一下，而你却在用 8K 超高清的规格录制每一个人的谈话内容，每一个不自然的笑容，背景里的每一种噪音，甚至是头顶那盏日光灯的细微闪烁。等到聚会结束，别人的记忆体还绰绰有余，他们可以轻松地说一句今天真好玩，下次再约。而你的储存空间早就被撑爆了，你只剩下最后一丝电量，勉强让自己回到家。所以这根本不是消极或者内向的问题，这纯粹是处理数据的分辨率完全不同。那么说到这里，你可能会好奇，拥有这种高分辨率大脑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到底会表现出哪些独特的特质呢？如果你发现自己符合接下来的描述，请不要感到意外，因为这正是你的大脑在精准运作的证明。第一个特质，你对闲聊的忍受能力极其有限，甚至可以说是接近零。你一定经历过这种令人窒息的场合，大家围坐在一起，看起来在聊天，但实际上根本没有人在进行真正的对话。每个人都在别人说话的时候假装倾听，但他们的眼神和微表情都告诉你，他们心里其实只是在排练自己接下来要说什么。你看穿了这一切，你精准地感知到了这种互动里的空洞和表演成分，然后你的能量就像手机掉电一样，肉眼可见地在流失。这真的不是因为你内向或者不合群，而是因为你的大脑对缺乏真诚的交流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生理性排斥反应。那些没有真心流动的对话，对你的大脑来说就像是完全没有营养的垃圾食品。不管吃多少，你的精神依然会感到饥饿和疲惫。而在家里，你完全不需要去配合任何人的演出，你不需要对一个根本不好笑的笑话强颜欢笑，你也不需要对一段你根本不感兴趣的故事假装追问。研究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重视真诚的人，当他们拥有足够多的独自沉思的时间，而不是被迫参与形式化的社交时，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反而会明显更高。所以下一次，当你在某个聚会上想要提前离开的时候，请停止责怪自己，这不是社交障碍，这恰恰证明你对深度连接的标准比一般人都要高。当你开始意识到这是一种天赋而不是缺陷之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特质，你的感官天线精密到超乎想象。想象一下星期五晚上的餐厅里人声鼎沸，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那只是一种周末来临前的热闹背景，但对你来说，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些盘子刀叉碰撞的清脆声响，四面八方突然爆发出来的笑声，隔壁桌聊天的片段内容，服务生在狭窄过道里穿梭的脚步声，还有头顶荧光灯那几乎不可察觉的频闪，所有这些信息就像海啸一样同时涌向你。科学家们把这种现象叫做认知负荷过载。人的大脑能够同时处理的信息量是有严格上限的，而你的大脑因为那台 8K 摄影机的特性，它在同一时间单位内收集到的信息量远远超过了普通人，所以你自然会比别人更早触碰到那个能量的极限。这就是为什么家这个空间对你来说如此重要。当你待在家里的时候，你不仅仅是在躺平休息，你其实是在像顶级的工程师一样，把所有环境变量都调整到了最适合你大脑运作的状态。你可以控制灯光的亮度，让它柔和下来；你可以调节房间的温度；你可以决定播放什么样的音乐，或者干脆什么声音都不要。这绝对不是懒惰的人会有的行为，这是只有拥有一台精密仪器的人才会去做的事情。他们会为了让这台仪器发挥出最大极限的性能，去精心打造一个最优化的环境。你的大脑在刺激泛滥的外面世界很容易过载当机，但是一旦回到那个由你自己掌控的环境里，它就会立刻展现出惊人的专注力和无与伦比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的展现正好引出了第三个特质，你会把家这个空间当作某种私密的工作坊来使用。站在门外的人看，只会觉得你又在家里无所事事了待了一天，但只有你自己知道，那扇门背后
正在发生什么样惊天动地的事情。或许你正在进行一场极其深度的阅读，整个人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或许你的思绪正在一层一层的递进，在某个瞬间突然打通了困扰你很久的瓶颈，发展出了全新的想法。也或许你正安安静静的在创造着什么属于你的东西。心理学上把这种状态叫做心流。在这样状态下，你会完全忘记时间的流逝，自我意识会短暂的融化掉，你完完全全的沉浸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情本身。而要进入这种神奇的心流状态，有一个绝对必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一个保证不会被打扰的环境。在一个每隔几分钟就有人来跟你说话，或者周围噪音永远不会停止的地方，你的大脑连最基本的深层思考都无法启动，更别说进入心流了。纵观历史，那些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过卓越创作的人，无论是科学家、作家还是艺术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需要大量的孤独时间。牛顿在乡下躲避瘟疫的那一年里，独自发展出了微积分和光学理论的雏形。普鲁斯特把自己关在隔音的软木房间里，写出了《追忆似水年华》。你能够在家里专注某一件事情好几个小时，这说明你的大脑正在自主地为自己创造进入心流的条件。这不是孤立，这是在为深度的思考和创造力培育一片最肥沃的土壤。当我们聊到这里的时候，你可能已经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这些习惯了。但我们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特质要谈，你是一个深知内心平静有多么昂贵的人。我想请你回忆一下，在某不经意的瞬间，你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顿悟？那些复杂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压力和精神内耗，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一张账单。你有没有参加过那种表面上在吃饭，实际上在背后议论别人的饭局？有没有遇到过每次见面都只是为了把自己的负面情绪一股脑倒给你的人？有没有那种每次见完面都要耗费你好几天的时间才能慢慢恢复元气的关系？当你经历过这些之后，你的身体和大脑就会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一套防御机制。心理学家把这种能力称作划定界限的能力。非常有趣的一点是，研究发现这种划定界限的能力在那些心理健康程度较高的人群身上反而更加普遍。你开始主动舍弃那些不必要的关系，选择一个安静的夜晚。这并不是从社会退缩，这是一个只有真正懂得守护自己内心平和的人才能做出的成熟决定。当你抱住宠物坐在沙发上，或者放出喜欢的音乐翻看一本书的时候，那些在外面不断追逐低质量刺激的人永远也无法理解这段时间的价值。对于那些内心不安定的人来说，这种宁静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恐慌，觉得无聊。但对你来说，它就是最纯粹的自由。而且从生理指标上来看，相关的皮质醇研究也反复证实了这一点。这种出自自愿的独处会让身体里的压力荷尔蒙浓度显著下降，同时还能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接下来我要说的第4个特质，可能会让你觉得非常精准。你是一个对时间这项资源的重量有着极其敏锐感知的人。我猜你在决定要不要出门之前，你的大脑一定在后台自动进行过这样的计算，往返的路程要花掉2个小时，聚会本身大概3个小时，但在这总共5个小时的时间里面，真正有意义、有深度的对话可能只有短短的20分钟，剩下的4个多小时全都消耗在了移动、等待以及收听那些跟自己毫无关系的闲聊上。如果我把这5个小时留在家里，我可以完整地读完一本一直想读的书，我可以推进那个被搁置了很久的计划，或者我什么都不做，就只是彻彻底底的让自己的身体和大脑得到一次深度的休息。当你开始进行这种计算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你的大脑正在实时评估时间的机会成本。在这个资讯爆炸到让人麻木的时代里，能够精准区分什么值得花时间，什么不值得的能力，恰恰是现代社会中最被低估但却最为重要的智慧之一。我们已经聊了4个非常鲜明的特质，
但你有没有发现，在所有这些特质的背后，其实都贯穿同一个核心，你是一个不需要依靠外界的认可就能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创造出充盈感的人。请允许我花一点时间来解释这件事究竟有多么了不起。进化心理学家金泽志在一项非常大规模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规律。对普通人群来说，社交活动的频率越高，他们报告的幸福感就越强，越是频繁地见朋友、参加聚会、跟人互动，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就越高。然而，当研究者把目光转向高智力群体的时候，这个公式竟然被彻底颠覆了。在智力水平较高的人群中，社交活动越是频繁，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反而越低。相反，当他们拥有充足的独处时间时，他们报告的幸福感达到了最高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截然相反的结果呢？研究团队给出的解释是，高智力的大脑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专注于长期目标的倾向，因此它会本能地把那些与长期目标无关的社交刺激判定为一种干扰和噪音。简单来说，你的大脑赋予内心世界正在积累的那些东西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它赋予当下片刻欢愉的价值。所以你不需要外面那些嘈杂的刺激来填补空虚，因为你的内心本来就已经足够丰盛了。那么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好吧，我终于理解了我的大脑是怎么运作的了。但我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我总得去上班，总有躲不掉的家庭聚会，总有一些时候我必须得出门去面对这个世界。在那些不得不社交的场合里，我到底该怎么办？我怎么做才能既保住自己的能量，又维持住那些必要的关系呢？如果你还在听我说话，那么接下来的这部分内容对你来说将会非常非常实用，因为我不会像别人那样告诉你要打开心扉，要积极一点，因为你很清楚那些话根本不管用。意志力这种东西不是一块无限大的肌肉，它更像是一块有固定容量的电池。从你早上醒来开始，这块电池就在一点一点地被消耗。那些告诉你要靠调整心态来解决问题的建议，本质上就像是在对一个电量只剩下 5% 的人说再撑一下，多用一会儿没差。这根本不是心态的问题，你需要改变的也不是你的心态，而是管理这块电池的一套具体机制。第一个方法，在每一次出门之前，你要学会为自己设定明确的能量预算。比如说，你今天晚上有个不得不去的饭局，那么在踏出家门之前，你就在心里跟自己说，好，我今天晚上的社交能量只动用到 50%， 剩下的 50%我要留给回家的路上和明天早上的自己。然后你需要具体去设计这个过程。刚到场的前20分钟，你不需要急着融入，你可以把自己调整成一个观察者模式，只是单纯地感知这里的气氛，不需要急着发表意见或者主导话题。在整个过程的中段，你一定要确保给自己创造一次完全独处的时间，哪怕只是借口去洗手间，在那里面闭上眼睛深呼吸1分钟，或者是走到室外抬头看一看天空。当你感觉到自己的能量已经消耗到一半的时候，请你记住，你不需要有任何留恋，你可以非常坦然、非常礼貌地起身离开。这不是逃跑，这就像职业的马拉松选手必须懂得如何分配体力一样，你的社交能量当然也需要这样去管理。第二个方法听起来很简单，但效果却非常强大。不要对那些让你不舒服的问题立刻做出反应。你一定遇到过这种场面，有人用一种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语气问你，你最近怎么都不出来了？一个人待着不无聊吗？不孤独吗？当你听到这些话的瞬间，你大脑里的杏仁核会立刻拉响警报。你的本能反应是想要马上为自己辩解，或者瞬间进入一种防御状态，结果反而让自己显得很慌张。下一次你可以试试换一种方式，你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停顿3秒钟，就是安安静静地看着对方的眼睛，在心里默数3下。这短短3秒钟的停顿，足以让你的前额叶皮质接管杏仁核发出的原始警报，它会为你争取到
做出理性判断的时间。3秒钟之后，你给出的回应不再是那种慌乱的解释，而是一句非常平静的话。比如你可以说，最近在家里刚好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这份从容和平静会彻底改变对方对待你的态度。第3个方法，你要学会在自己家之外的地方也建立一个安全区。我们前面提到过，你之所以在家里感到极度的舒适，是因为你能够完全掌控那个环境。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原理复制到外面去。你可以选定一家你经常会路过的咖啡店，每一次去都坐在同一个角落的同一个位置，每一次都点同一杯饮料，然后戴上你的降噪耳机。当你反复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开始学习和记忆，它会把那个特定的位置识别为安全的。你的杏仁核不会再对那个地方的环境发出不必要的警报。这样一来，一个家以外的安全空间就诞生了。一旦你拥有了这样一个据点，你的状态就不再是与世界完全隔绝，而是在这个纷扰的世界里拥有了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前哨站。第4个方法非常关键，因为很多人都做错了。当你结束了一场聚会，精疲力竭地回到家之后，你是不是也会习惯性地马上打开社交媒体，或者点开一部影片来看？请你一定意识到，这样做不是在休息，而是在你已经极度疲惫的大脑上继续倾倒另外一批完全不同的信息垃圾。真正的能量恢复必须从最小化感官输入开始。你可以在回到家之后按照这个顺序来做。先把房间里的灯光调到尽可能暗，因为明亮的光线会持续向你的大脑发送现在还是白天，要保持清醒的信号。然后接下来5分钟什么都不要听，不要放音乐，不要开影片，不要有任何人为的声音，就只是安静地坐着或者躺着。在这完全安静的5分钟里，你体内的皮质醇浓度会出现明显下降。最后慢慢喝一杯温水，当你的体温开始微微上升，你的副交感神经就会被激活，它会向你的身体和大脑发送一个明确的信号，现在这里很安全，你可以放松了。当你反复练习这3个步骤之后，你的大脑就会把这一整套程序记忆成恢复的信号。以后哪怕你只是把灯光调暗，你的身体就会开始自动进入放松模式。第5个方法，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你要学会以关系的密度而非数量作为标准，来重新整合你身边的人际网络。你并不是讨厌人本身，你只是本能地排斥那些只停留在表面的关系。所以你要做的不是简单的减少见面的人数，而是把那些真正值得留下的关系加深。判断的标准其实非常简单，当你见完那个人回到家之后，你感觉自己的能量是被耗尽了，还是反而变得更加充盈了？那些见完面之后会让你觉得被充电了的人，那才是你真正应该珍惜的关系。这样的人，你的人生中只要有2-3个就完全足够了。至于剩下的绝大多数人，与他们保持一种得体且适当的距离。这不是冷漠，这是你的大脑为了维持健康运作所必须满足的最低条件。在最后，我有一段很重要的话想要告诉你，这段话我希望你能够听到心里去。你从来就不是一个需要被矫正的人，你不需要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感到抱歉。你的大脑正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努力守护着属于你的独特频率。你不需要为了迎合那些根本不了解你的人而去强行扭曲自己的频率。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去设计一个符合你频率的环境，然后让那些跟你频率相同的人自然而然地来到你的身边。在那些说你孤独的人眼中，你的安静是一种匮乏，是一种可怜的状态。但我想告诉你一个可能完全相反的观点，孤独其实可以分成2种，一种是被动的孤立，那是因没有人理解、没有人陪伴而感到的痛苦；另一种则是主动选择的独处，这是一种因为内心世界过于丰富，以至于不需要外界廉价刺激来填充的丰盈。历史上许多深刻的思想和伟大的作品，都是在这样一种所谓的孤独中孕育而生的。
德国哲学家康德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他出生的小城科尼斯堡。他的生活规律得像一座时钟，每天的散步时间邻居们甚至可以用来对表，但他就是在这种极度规律且看似孤独的生活中完成了3大批判，彻底改变了人类哲学的走向。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故事，是关于美国作家梭罗的。他在28岁那年，独自一人拄着一把斧头走进了瓦尔登湖畔的森林里，亲手盖了一间小木屋，在那里住了2年2个月又2天。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觉得他是在自我放逐，是在逃避社会。但梭罗在湖边写下的文字告诉我们，他并不是因为厌恶人类才走进森林，而是因为他想要刻意的去生活，去面对生命中最本质的事实。他说，我走进森林是因为我希望谨慎的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要素，看看我是否能学到生活要教给我的东西，而不是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活过。你看，那些被世人解读为孤独的时光，恰恰是一个人与自我对话最深刻、最真诚的时刻。所以，请你不要再为自己的这份特质感到困扰。今晚睡觉之前，你可以为自己做一件事情，关上灯，闭上眼睛，用5分钟的时间只去感受自己呼吸的节奏，什么都不要想，然后在心里对自己轻轻地说一句，我没有问题，我正在创造属于我自己的世界。神经科学告诉我们，当你反复对自己做出这样积极的自我暗示时，你的前额叶皮质就会慢慢地开始把这句话当作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来接受。这只是一句非常简单的话，但它将会成为重新编写你大脑程序的第1行指令。你在家里度过的每1分钟都不是浪费，这个世界承载不了的深度。你正在那个安静的空间里，每一天每一天的累积着那种不需要任何人陪伴也能感到完整的状态，那种在静默中听见自己心跳的踏实感，那就是你的方式，那就是你的力量。如果你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在说，对，这就是我，那么我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情，请你在下方的留言区留下一句话，告诉我你在家里最享受、最喜欢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样子的。是凌晨4点世界还没醒来时你泡的那杯热茶，是午后阳光透过窗帘洒在树叶上的那个瞬间，还是深夜里你跟自己喜欢的音乐独处的片刻。你留下的那句话不仅仅是一条留言，它将会成为拥有相同频率的某个人在某个深夜点开这篇文章时看到的一份宽慰。他会在那个瞬间明白，原来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跟我一样，原来我并不孤单，而那个瞬间就是真正的连接开始发生的地方。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它对你有所触动，哪怕只有一点点，也请你记得按赞并且收藏起来。在那些你又一次开始怀疑自己的夜晚，你可以回来再看一遍。我们下期再见。